小醉俠破障。今日同大家分析一下淘大花園無屍案嘅第3次審訊。2023年2月28號，可以話係淘大花園無屍案嘅主角陳文森嘅一個大日子嚟嘅，因為歷時8年，經歷2次上訴、3次審訊嘅呢一宗奇案中嘅奇案，終於畫上咗句號啦。最終，陳文森係被判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係誤殺罪名成立，被判9年半嘅監禁。而且由於陳文森已經坐大約8年半嘅監㗎啦，所以經懲教署嘅計算，佢只需要再坐多31日就可以放監㗎啦。佢由最初首次被捕之後，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然後喺3年之後，先至以純粹嘅環境證供將佢落案控以謀殺罪。喺佢千瘡百孔嘅辯護策略之下，結果係被判謀殺罪名成立，判以終身監禁。呢件案由於係冇屍體、冇法證、冇目擊證人嘅，而被告人自己都宣稱自己冇殺過人嘅。佢話死者係自己離開住所，好大機會係自殺死咗。所以呢次有罪嘅判決，當年喺社會上係惹起咗頗大嘅爭議嘅，甚至有人將判決嗰一日形容係香港司法其中一個最黑暗嘅日子嚟嘅。之後陳文森提出上訴，上訴庭以原審法官司徒勉喺引導陪審員嘅時候出錯為由，裁決上訴得直，發還重審嘅。喺重審嘅時候，陳文森完全推翻佢自己第1次審訊嘅時候嘅證供，改口承認死者係由佢親手所殺嘅。而喺呢一次審訊，佢再次被陪審員判以謀殺罪成，終身監禁嘅。之後佢再次上訴，呢一次上訴庭再次以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員出錯，再次發還重審嘅。所以又出現咗2023年呢一次最終極嘅審判啦。喺最新呢一次審訊裏邊，陳文森終於逃出生天啦。嗱，喺今次呢段片，我會集中比較一下陳文森喺3次審訊嘅口供係點樣，睇下佢喺最後呢次審訊嘅證供點解可以取悅到全數9個陪審員嘅信任，一致裁定佢謀殺罪名唔成立呢？你嘅支持就係動力，留言、訂閱、分享、點讚，加入埋小醉俠 Patreon， 支持小醉俠繼續發聲啦！嗱，喺聽佢3次審訊嘅唔同版本之前，我哋首先聽下佢喺3次審訊嘅證供裏邊相同嘅部分係點呢？根據陳文森嘅口供，由於佢係證券公司嘅董事，為咗揾更多嘅客源，佢喺2006年開始到夜總會消遣，希望可以擴闊佢嘅社交圈子。就係因為咁樣，佢就喺夜總會認識到任職舞小姐嘅秦嘉怡。而根據陳文森所講，可能因為秦嘉怡作為一個舞小姐，所以佢只會將自己好嘅一面表現俾人睇，而收埋自己唔好嘅一面。所以佢形容當時所認識嘅秦嘉怡係一個性格樂觀、開朗，而且係一個健談嘅人嚟嘅。喺佢哋相識差唔多2年之後，陳文森喺夜總會同秦嘉怡飲完酒之後，由於飲醉關係，所以就去咗酒店開房啦。陳文森話佢哋今次係第1次發生性關係，而秦嘉怡仲拒絕收取浴金添。喺嗰時開始，陳文森就覺得自己同秦嘉怡已經唔再係恩客嘅關係，所以對妻子更加愧疚。但同時都覺得自己對秦嘉怡有所虧欠，所以之後就當佢情人咁樣看待，經常同佢一齊食飯，送禮物俾佢。而秦嘉怡亦都明確同佢表示自己係唔介意成為第三者嘅。之後陳文森就以秦嘉怡嘅名義購買咗淘大花園一個單位送俾佢作為愛巢。有關呢一個單位嘅擁有權，喺第1次審訊嘅時候，陳文森話佢同秦嘉怡2個人係有共識嘅，呢一個物業係由陳文森所擁有嘅，而秦嘉怡只係用個名登記嘅啫，以防佢太太知道嘅。但根據第2次同第3次審訊時候嘅說法，佢話第1次之所以咁樣講，只係為咗迎合第1次審訊時候所講嘅大話，希望大家會相信秦嘉怡係自己離開呢一個單位，然後失蹤嘅。但係第2次同第3次嘅審訊，陳文森就話佢已經無需要再講大話啦，所以就老實將個事實講出嚟，承認呢一個單位根本就係佢買嚟送俾秦嘉怡嘅，自己根本冇打算收翻呢一個物業。陳文森話佢當時同秦嘉怡生活好開心，因為有乜嘢唔開心嘅事情佢都會同佢講，但係慢慢佢發現原來秦嘉怡有好多性格嘅缺陷，原來佢思想好負面，好易發脾氣嘅，而且秦嘉怡經常喺自己朋友面前炫耀自己有一個好有錢嘅男朋友，呢一個舉動令到陳文森好反感啊。但由於當時已經付出咗感情，所以即使見到秦嘉怡有咁多缺點，都仲係好愛佢嘅。直到2011年3月其中一個晚上，陳文森同秦嘉怡飲完酒之後，返到屋企之後，由於太掛住秦嘉怡啦，所以就趁太太喺房瞓覺嘅時候，喺廳打電話俾秦嘉怡啦。
但大家傾咗一段時間之後，突然發現太太原來一直企喺後面望住佢講電話，然後第二朝就質問陳文森，陳文森就唯有承認自己係有婚外情嘅。而陳文森太太亦因為咁樣而患上咗抑鬱症，仲試過2次自殺添。喺太太第2次自殺而昏迷入院之後，陳文森就立心要同秦嘉怡分手啦。最後喺10月6號，秦嘉怡就永遠消失咗啦。咁喺10月6號喺秦嘉怡身上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呢？嗱，咁我哋首先聽下喺2015年第一次審訊嘅時候，陳文森喺庭上面係點樣講？喺我太太發現我同 KK 婚外情之後，我太太同 KK 都患有嚴重嘅情緒病 ，KK 仲有酗酒嘅問題添。KK 同我講，佢唔想再住淘大花園啦，打算搬出去，所以我就喺2011年10月6號晚再次嚟到淘大單位，打算收拾自己嘅物品離開嘅。但 KK 當時情緒好激動，而且不斷咁喊，仲將我趕出單位添。於是我就喺屋苑商場買一啲嘅清潔用品，諗住一陣間到單位幫 KK 進行清潔咯。我用八達通喺實惠家居買咗一個1.3米嘅真空袋，係用嚟載走我套西裝嘅。另外有2對洗碗嘅膠手套、一樽除臭香精、1盒迷你螺絲批等等，係用作我拎走私人物品之後喺原有嘅位置可能留有污漬，我係用嚟清潔之用嘅。另外喺百佳超級市場買咗3卷12寸闊，每卷長達300尺嘅家用裝保鮮紙，係用嚟包住5幅 KK 大型畫像嘅。買完嘢之後，我就返單位開始執嘢啦。期間太太打嚟 ，KK 聽到之後好嬲啊，再次將我趕出單位咯，我就只好返屋企啦。第2日我就返到淘大單位，用鎖匙開門嘅，見到 KK 房閂咗，我就認為 KK 應該係飲醉咗喺房內瞓覺，所以我就冇查下佢有冇喺房啦。我放咗2件西裝同埋多件嘅恤衫入真空袋，但因為怕嘈醒 KK，所以我冇用吸塵機抽真空。跟住我就將衫、文件、招股書、10幾支紅酒等等嘅物品放入咗尼龍袋，再用手推車經大廈3樓嘅平台搬上7座位嘅私家車運走啦。10月10號我就請咗裝修工人盧先生到淘大單位清場。我到達單位嘅時候，發現 KK 已經唔喺屋企噶啦，床頭就放咗一張字條，寫住阿牛，我永遠愛你啊，豬豬。字條係 KK 嘅字跡嚟嘅。另外亦都放咗一張可以進出大廈嘅閘門匙卡，同埋一張用10蚊折成嘅心心。而 KK 嘅物品好似現金啊、首飾、化妝品同埋香水，全部都唔見晒啦。我曾經發短信問 KK 想唔想拎翻啲畫像，同埋問佢有關單位住名嘅事，佢就用短信覆我：好，我外出幾日，翻嚟再講啦。我翻大陸一段時間，翻嚟再揾你啦。同埋我今日有事嚟唔到啊。之後我就冇再收到佢嘅消息啦。佢可能用其他方法離開咗我住所啦，只係冇人發覺啫。所以佢仲可以覆我短信嘅。後來就冇咗佢嘅音訊，可能喺其他地方自尋短見啦。咁啊，見到啦。根據陳文森第一次審訊嘅版本，秦嘉怡係自己離家出走嘅，而且出走嘅時候仲留低一張紙條，表示永遠愛佢添。而喺閉路電視嘅片段裏邊，影到佢第2日用手推車運走嘅紅白藍膠袋，其實係陳文森自己搬嚟呢個單位嘅時候自己嘅雜物嚟嘅。咁當然呢個版本係取悅唔到陪審員嘅信任嘅，因為呢次審訊陪審員係判佢謀殺罪名成立嘅。有關呢次審訊嘅詳盡過程同埋分析，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製作嘅呢一集奇案解構，就可以了解最後陪審員點解會唔相信佢嘅。而到咗第2次審訊，陳文森終於去承認放喺紅白藍膠袋裏邊嘅並非雜物，而係秦嘉怡嘅屍體嚟嘅。佢當時係咁樣講：10月6號，我入咗佢嘅住所，目的係想同佢攤牌嘅。當我同佢講要結束呢段關係嘅時候，佢就呆咗，坐喺度喊，哀求我唔好同佢結束關係。但由於我心意已決，所以就立即拒絕咗佢。之後佢情緒好激動，不停咁鬧我。之後又突然爬上去窗台，好似想跳落去咁，我見到就立即阻止咗佢啦。但亦都重申日後我哋一定要各行各路噶。佢聽到我咁講之後就好嬲，不停咁刮我，又用腳踢我下體。我哋拉扯之下就失去平衡，2個一齊跌低。我就壓住喺佢身上，佢就不斷咁掙扎同用腳踢我。於是我就將佢雙手交叉咁樣固定喺佢胸前，再用我上半身嘅力壓住佢。佢越用力掙扎，我就越大力壓住佢，直到意識到佢唔再掙扎。咁我就同佢講：嗱，我放手啦，你唔好再打我啦。
講完之後就立即跑咗入廁所反鎖住，打算俾大家冷靜下嘅。喺廁所逗留一陣，我就發現間好靜，所以開門睇下啦。一開門就見到 KK 瞓咗喺地下，毫無反應。我當時以為對方係扮嘢嘅，因為面部同埋頸部都冇表面傷痕，嘴呢亦都係半開合嘅狀態。我就上前睇下啦，發現佢已經冇咗心跳同埋呼吸，我好驚啊！立即為佢進行人工呼吸同埋心外壓啦。之後我就相信佢真係已經斷咗氣死咗啊！成個人呆晒，震晒啊！我冷靜落嚟之後就掙扎係咪應該要報警，但係擔心如果驚動咗警方就好難甩身噶啦。如果救得翻佢，我一定會打999噶。但係當時報警都冇用啦，我又會俾人拉，又會乜都冇晒，冇咗老婆、2個仔，冇咗事業，所以就萌生咗棄屍呢個念頭咯。本來我想一走了之噶，但係走到電梯口又發現屍體遲早都會被發現，所以就返單位咯。立即就將窗簾拉上，然後就喺屋內搜尋可以載到屍體嘅袋。我記得 KK 新屋入伙嘅時候有一個尼龍袋喺房嘅，咁就拎出嚟試下啦。點知屍體擺唔入啊，放得入個身又放唔入對腳，放得入對腳又放唔入個身喎。最後仲整爛咗個尼龍袋。於是我就到屋苑商場尋找有冇一啲可以棄屍嘅工具啦。去到實惠，我見到衣物真空袋，我估可能用得着啦，所以就放咗入購物籃。然後我見到香薰，我就諗起屍體可能會有臭味，可以用嚟辟臭，咁就放埋落購物籃啦。之後我見到手套，就驚自己留低指紋喺現場，所以又買咗咯。至於合迷你螺絲批，我真係唔知幾時掃咗落購物籃啊！我俾錢嘅時候先發現嘅。買完所有嘢之後，返單位途中經過超級市場，我就諗起可以用保鮮紙固定佢個身體先放入尼龍袋喎。於是我就一買1包3盒嘅保鮮紙備用啦。返到屋企，我打開真空袋，真係放唔落 KK 啊，所以就冇用，放咗喺第二度啦。之後我嘗試將 KK 捲曲，用保鮮紙包住 KK 固定姿勢，再將佢塞落尼龍袋，最後成功塞入咗啦。最後我將 KK 嘅個人物品，包括手錶、戒指、銀包、證件、衣服，以前我為自己買而受益人係 KK 嘅保單，全部放咗入 KK 嘅一個大手袋裏邊，連同剛剛買翻嚟嘅冇用過嘅真空袋同埋其他棄屍用具都一齊掉咗垃圾房裏邊。由於我嗰日係冇揸車嘅，所以就諗住第二日先揸車嚟運走佢啦。而且我仲拎走咗 KK 2部嘅電話同埋 SIM 卡。我承認首次審訊時候話尼龍袋只係放酒、衫、工作文件係講大話，為咗揾藉口合理自己嘅個人行為。實際上我係從來唔會將工作帶嚟公司或者到 KK 屋企處理。第二朝我首先揸車返去我中環嘅辦公室，然後再揸車去淘大花園。我將車停喺大廈平台，手拎住膠袋，膠袋裏邊有一個尼龍袋。到達咗 KK 單位之後，我就將新嘅尼龍袋打開，將琴日包好嘅屍袋放入新嘅尼龍袋裏邊，然後再喺士多房拎出手推車，將載住 KK 嘅尼龍袋拉到大廈平台，放上車尾箱啦。當時我好驚，驚到唔識路，揸住架車周圍兜，架車冇油，我就將佢停咗喺將軍澳度入油，然後就喺將軍澳度揾棄屍嘅地點。我兜入咗一個屋苑，想將個屍袋掉去垃圾房嘅，但當時好多工人喺個垃圾房度做嘢。我好擔心，好驚，於是就揸車走咗啦。直到去到將軍澳同西貢之間有一群嘅村屋，有一個垃圾站，有2-3架綠色垃圾收集車。我見冇人，我就將車停咗喺旁邊，將屍袋連手推車掉咗去綠色垃圾車裏邊，再用旁邊嘅垃圾遮住個屍袋，然之後我就揸車走咗。之後我就用 KK 嘅手機同埋 SIM 卡製造通話記錄同埋信息記錄，試圖製造佢已經搬離屋企同埋返咗去內地嘅假象。其實所有嘢都係冇預先計劃好噶，一切都係見步行步噶。嗱，咁我見到啦，雖然陳文森喺呢一次審訊裏邊係承認秦嘉怡係由佢親手所殺嘅，但係佢話佢唔係全心殺死佢嘅，只係因為當時秦嘉怡大力掌摑佢，仲大力踢佢下體。佢為咗防止佢繼續嘅襲擊，所以先至將佢壓喺地上邊，令到秦嘉怡意外死亡。所以根據佢呢次版本，佢殺人只係一次自衛嚟嘅啫，極其量只可以話係誤殺，而唔可以話係謀殺嘅。
而佢之所以喺事後做出各式各樣嘅掩飾行為，並且毀屍滅跡，只係因為佢太過驚慌，怕警方唔相信佢嘅說話而作出嘅愚蠢行為嚟嘅。咁同樣啦，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點解陳文森喺第二次審訊嘅時候會改口供，而陪審員又點解同樣係唔信佢嘅呢？咁你可以睇翻我呢一集嘅奇案解構，亦都可以揾到答案嘅。嗱，咁既然喺第二次嘅審訊，佢已經承認咗人係去殺嘅啦，咁喺第三次審訊，點解又要再改口供？嗱，咁我而家嚟睇下喺第三次嘅審訊裏邊，佢嘅口供係點樣先。自從太太服用安眠藥自殺之後，我決定一定要挽救我哋嘅婚姻。我唔可以再為咗家兒嫌唔要屋企噶啦，所以我除咗必要嘅應酬之外，我一收工就會即刻翻屋企，希望太太唔好再胡思亂想，唔好再傷害自己。但係因為我愛家兒，佢唔係普通朋友，可以打個電話、send 個短信就可以結束關係嘅，所以我喺案發當日我就鼓起勇氣揾佢，想同佢有個了斷噶。我當晚大約7點去到陶大家兒屋企，佢當時飲緊紅酒，支酒淨係倒咗一杯出嚟，而杯裏邊嘅酒只係飲咗一小啖。於是我就立即收起佢啲酒，叫佢唔好再飲啦。跟住我就幫佢填報稅表，並且問咗一啲有關佢之前接受心理輔導嘅情況嘅問題。之後我同佢講，我哋嘅關係唔可以繼續落去噶啦，連朋友都唔可以繼續做。再咁落去嘅話，對你、對我屋企都有傷害嘅。佢聽到之後就大叫大喊，仲用啲好惡毒嘅說話嚟侮辱我同我屋企人。我覺得佢已經唔可以再同我講道理噶啦，所以我咪打算走咯。佢見到我想走，就同我講：你走咗唔好後悔啊！仲走到窗邊想打開隻窗，但係由於個窗嘅窗花係冇鎖嘅，所以我認為佢當時係想自殺，所以就立即上前阻止佢啦。但喺我未捉到佢隻手之前，佢已經自己落返嚟，仲同我講：你驚啦咩？我就大聲話佢：你黐線噶，癲雞！我以後唔會再信你噶啦！之後佢刮咗我2巴，於是我就捉住佢2隻手，佢用腳踢我，我一路避一路退。後來唔知棘到啲乜嘢，我同佢一齊跌咗落地，我壓住咗佢，捉住佢2隻手，交叉壓咗喺佢胸口，用全身嘅力壓住佢。呢個時候佢不斷話我太太係臭雞、賤雞，話我2個仔係野仔，仲話佢知道我個地址，可以上嚟我屋企搞我2個仔，又可以搞到我老婆自殺為止。仲會上我公司同所有同事講我啲衰嘢出嚟，仲話會屈我俾內幕消息佢炒股票，將所有嘢都爆晒俾傳媒知，搞到我身敗名裂，永無寧日，永不翻身為止。我聽到佢咁講，已經諗唔到嘢啦，不由自主將左手鬆咗出嚟，揞住佢個口同鼻，然後將左手移到佢頸同胸之間嘅位置，壓住佢。呢一個動作令到我個身唔再正正壓咗喺佢上方，我雙腳移咗去左方，而頭就喺佢嘅頭嘅右邊。當我將個頭擰向左邊嘅時候，係會望到家兒隻耳仔嘅，但我大部分時間都係望住佢頭嘅右方嘅地下。我望住地下嘅時候，一時睇到嘅影像係現實中嘅地下，一時就睇到我太太割脈自殺嘅影像，一時又會睇到我喺醫院為佢食藥嘅影像。突然間，我感到我個人好似有嘢爆咗，好似缺堤咁，有嘢不斷咁由入邊湧出嚟咁。之後我突然間發現成間屋靜晒。呢個時候我意識到一定有啲好可怕嘅事發生喺家兒身上，我唔敢繼續諗究竟發生咩事，只想逃避，所以就同佢講：你唔喐手我就放手啦。然後我就跑咗入廁所，閂埋道門。過咗唔知幾耐，間屋仍然好靜，我就離開咗廁所，翻返去廳。出到廳，我就見家兒仍然瞓咗喺原本嘅位置。嗰時我就諗，會唔會佢淨係想我過去氹翻佢起身啊？於是我走埋去，見到佢完全冇喐，我就心知不妙。我檢查佢有冇呼吸，發現佢冇呼吸，所以我就喺佢口裏邊吹咗幾口氣。之後我就睇下佢有冇心跳，發現都冇咗心跳，所以就立即同佢做 CPR， 結果都係冇用。呢個時候我見到佢面無血色，就知道佢已經救唔翻啦。我怕呢件事如果俾人知道嘅話，可能連頭家都會冇埋，所以我就開始做一啲事去掩飾呢件事。但其實當時我仲未完全恢復思考能力，只係個腦閃到啲乜嘢就做啲乜嘢。都唔算係乜嘢思考嚟嘅。如果我當時神志夠清醒嘅話，我應該會立即報警，將佢送去醫院。就係因為我當時六神無主，同我正常清醒嘅時候所做嘅完全唔同，所以當我太太自殺嘅時候，我會立即送佢入院。但當家兒出事，我嘅反應係完全失去理智噶。我落去買嘢去處理家兒嘅屍體嘅時候，雖然已經大致上清醒翻，但每一個行動買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個腦閃到咩就買咩，所以有啲嘢買咗係冇用噶。
嗱，咁見到啦，呢個版本同第二個版本最大嘅分別係在於最後呢一段。喺第二次審訊嘅版本，佢係話佢係防止秦嘉怡繼續施襲，而將對方壓喺地上邊，而不自覺咁樣將佢壓死咗。但喺第三次審訊裏邊呢，佢係話佢將秦嘉怡壓喺地上面之後，秦嘉怡仍然不斷鬧佢前妻，鬧佢兩個仔，甚至係威脅到佢家人嘅生命安全嘅，仲話一定會搞到佢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添。所以呢個時候，陳文森話自己已經失去理智，佢不自覺咁樣用左手揞住秦嘉怡嘅口鼻，又用右手壓住佢心口近頸嘅位置，然後心裏邊好似決堤咁樣，有嘢由裏邊爆出嚟。霎時間，成間屋都靜晒，秦嘉怡就俾佢殺死咗啦。咁從佢呢個版本，我哋發覺佢似乎已經打消咗以自衛殺人去抗辯呢個念頭噶啦。呢一次佢係全心以被激怒至失去常性作為佢辯護嘅理由嘅。咁如果你有睇我之前大橋村無頭女屍案嗰集奇案解構嘅話，都會知道自願誤殺嘅其中嘅形態就係被激怒至失去常性啦。咁究竟點解陪審員會相信陳文森呢個版本，認為陳文森係被激怒至失去常性嘅情況之下將死者殺死嘅呢？有關呢個問題，不如我哋首先睇下喺呢一次審訊裏邊，黃崇厚法官係點樣引導陪審員。首先法官係引導陪審員點樣去判斷被告係屬於謀殺定係誤殺嘅呢？各位陪審團，喺你哋判斷被告係唔係犯有謀殺罪嘅時候，你哋要首先回答以下3條問題：被告作出嘅行為係導致嘉怡死亡嘅，殺死嘉怡係非法嘅。喺作出呢啲導致嘉怡死亡嘅行為時候，被告嘅意圖係殺死嘉怡，但係想嘉怡嘅身體受到嚴重嘅傷害呢？如果你哋對以上3條問題其中任何一條嘅答案係唔肯定嘅話，你哋就要判被告人嘅謀殺罪名不成立啦。但係我哋知道喺本案嘅雙方同意案情中，雙方係同意嘉怡係由被告人殺死嘅，而且亦都同意被告係非法殺死嘉怡嘅。所以以上3條問題中嘅頭2條，你哋都係唔需要考慮嘅，你哋只需要考慮第3條就可以啦。換句話講，你哋唯一要考慮嘅問題就係喺被告人作出呢啲導致嘉怡死亡嘅行為時，佢係咪有意圖殺死嘉怡，或者對佢造成嚴重嘅身體傷害呢？如果你哋嘅答案係嘅話，你哋就可以判被告人謀殺罪名成立；否則你哋就要判被告人謀殺罪名不成立，但誤殺罪名成立啦。咁從以上法官嘅指引，我哋知道原來陪審員最重要判決嘅就係陳文森係咪有意圖殺死死者，或者令死者身體嚴重傷害嘅。但係問題係乜嘢先要有殺人嘅意圖嘅呢？法官當時咁樣講嘅。但係我要提醒你哋，法律上所謂嘅殺人意圖，講嘅只係喺殺人嗰一刻嘅意圖。呢個意圖唔需要係長久已經存在嘅，即使係喺殺人前幾秒先出現，然後殺完人之後就立即後悔。但係只要喺殺人嗰一刻存在呢一個意圖嘅話，咁就等於具有殺人嘅意圖㗎啦。另外，意圖係唔等於動機嘅，你哋唔應該單單根據被告嘅動機而立即得出結論。你哋可以從被告嘅動機作為佢有冇意圖嘅考慮因素之一。但係即使你哋揾唔到任何佢殺人嘅動機，亦可以根據其他嘅證據去判斷被告係唔係具有殺人嘅意圖嘅。好啦，我哋而家已經好清楚知道乜嘢叫做殺人嘅意圖啦。原來所謂殺人嘅意圖並唔係指佢點解要殺死死者，而係指佢當時係咪全心殺死死者，或者嚴重傷害死者。所以即使我哋完全唔知道一個人嘅行兇動機，都可以將佢判以謀殺罪。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法官係點樣引導陪審員有關舉證責任嘅問題。喺本案裏邊，控方認為被告係有意圖去殺死嘉怡，但係我要提醒各位陪審團，舉證責任係在於控方。所以係要由控方去證明被告喺殺人嘅時候具有以上嘅意圖，而被告人係有緘默權嘅。所以即使佢唔作供、唔傳召證人，甚至只係坐喺度冷眼旁觀，亦唔能夠直接得出有罪嘅結論嘅。你哋必須喺考慮過喺庭上所有嘅證供之後，當你哋肯定被告人係殺死嘉怡嘅時候係懷有以上嘅意圖，先至可以將被告判以謀殺罪名。但係今次嘅被告人係有喺庭上作供嘅，佢否認自己係有以上嘅意圖。佢話佢係被嘉怡嘅言行即時激怒至不能自控嘅。所以喺考慮被告係唔係謀殺罪名成立嘅時候，你哋仲需要留意以下嘅事情。
首先喺法律規定下嘅所謂被激怒下殺人嘅意思係，因為死者所講嘅言語或者所做嘅行為而導致被告人突然同埋短暫咁樣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而作出嘅有關行為，而且呢啲令被告人失控嘅行為，同樣係會引致一個處於同被告相同境況嘅普通人作出同被告所做嘅相同嘅行為啦。喺呢一宗案裏邊，所謂處於同被告相同境況嘅普通人嘅意思，就係一個38歲、大學畢業、有穩定職業、冇犯罪記錄嘅人。所以綜合以上各點，你哋首先要判斷嘅係被告所講嘅證供係咪真確嘅呢？當被告殺死嘉怡嘅時候，係唔係如佢所講係受嘉怡嘅言行所激怒，而將左手揞住嘉怡嘅口鼻，然後右手壓住嘉怡嘅頸嘅呢？喺被告作出呢啲動作之前，嘉怡係唔係又真係曾經講出被告指佢曾經講過嘅説話呢？而呢啲説話又係唔係真係令被告激發至一個不能自控嘅水平呢？而一個同被告有相同背景嘅普通人，又會唔會被激怒而做出同被告一樣嘅行為呢？我再講多一次，由於舉證責任係在於控方，所以係要由控方證明被告唔係被激怒至不能自控而殺死嘉怡嘅。亦即係話，係要由控方證明嘉怡喺被殺前係冇講過嗰啲被告指稱佢曾經講過嘅嗰番説話嘅，又或者要由控方證明被告係唔會因為呢啲説話而激發至不能自控嘅，又或者係要由控方證明一個同被告處於同一境況嘅正常人係唔會被激怒至失去自控能力嘅。基於以上各點，我特別為大家準備咗一份問卷去幫助你哋考慮以上嘅問題。請你哋揭去我啱啱派發俾你哋嘅嗰份文件中嘅第4頁。呢一頁係一份問卷，問卷上有5條問題。喺你哋退庭商議嘅時候，你哋可以依次序考慮呢5條問題去判斷被告究竟係謀殺定係誤殺。嗱，我見到啦，原來當被告提出咗自己係因為死者嗰番説話而被激怒至不能自控嘅時候，陪審員要判斷嘅就係究竟呢個版本係咪真嘅呢？當中有冇矛盾嘅地方？如果係冇矛盾嘅地方，呢番説話又係咪真係有可能將被告激怒至一個不能自控嘅水平呢？如果控方係冇辦法說服陪審員，被告講嘅呢個版本其實係假嘅，又或者即使係真嘅，死者臨死前講番説話係冇可能將被告激至失去常性嘅。咁陪審員就會判被告誤殺嘅啦，亦即係話，當陪審員聽晒成個審訊，聽過控辯雙方嘅結案陳詞之後，如果仍然認為死者死前的確有合理嘅可能性講過嗰番説話嘅，而且被告係有合理嘅可能性係會被激怒至失去常性嘅，咁佢哋就會判被告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係誤殺罪名成立嘅啦。嗱，咁好明顯啦，從今次陪審員嘅判決，9個陪審員都一致認為死者臨死前的確係有合理嘅可能性係講過嗰番説話嘅，而被告又的確有合理嘅可能性喺聽到死者嗰番説話之後被激怒至失去常性而行兇嘅。但係問題係經歷過3次審訊，陳文森嘅證供改完又改，點解陪審員都會信佢嘅説話，認為佢嘅版本係有合理嘅可能性係真嘅呢？嗱，咁我哋首先睇下對於3次審訊3個版本，陳文森係點樣自圓其説嘅先。當我第一次將呢件事講出嚟嘅時候，因為我仍然想同太太和好，我希望可以修補我屋企，我怕將呢件事講出嚟都會冇人信，所以就講咗好多愚蠢嘅大話，希望可以將呢件事掩飾到。當我第2次將呢件事再講出嚟嘅時候，因為怕冇人會信一個人原來喺激動之下係會完全唔受控制，不由自主咁樣做出一啲我平時唔會做嘅事，所以我就冇將所有嘅事實講出嚟。但我而家知道，如果我今次再唔將呢件事講出嚟嘅時候，可能永遠都冇辦法再講啦。所以我決定將呢件事嘅真相原原本本咁樣講出嚟。咁對於呢個環節，法官又係點樣引導陪審員嘅呢？被告喺作供嘅時候曾經提及過佢之前曾經講大話，故此本席有需要為如何處理佢講大話呢一件事作出以下嘅指引。首先，本席要話俾你哋知道嘅係，講大話本身唔能夠證明被告有罪，極其量只可以係支持控方案情嘅因素。而喺將講大話用嚟支持控方案情之前，有一啲問題你哋一定要先問一問自己嘅。被告點解會講大話嘅呢？一個人講大話嘅理由有好多嘅，講大話原因未必都同被告有冇犯罪有關。例如講大話可能係為咗令真實嘅辯護理由更具說服力，又或者為咗保護其他人，
為咗掩飾一啲同干犯控罪無關嘅尷尬或者唔光彩嘅行為，或者只係因為驚慌失措而混亂所致。如果你哋認為被告講呢啲大話嘅原因可能係同犯罪冇關嘅，咁你哋就唔應該再理會呢啲大話，更唔應該將呢啲證供視為支持控方嘅證據。喺本案裏邊，被告承認佢喺之前曾經為咗掩飾自己嘅行為而講大話，你哋唔能夠因而直接得出有罪嘅結論。即使係你哋發現被告作供嘅時候談及有關案件發生前或者發生之後嘅事情有矛盾，因而告知被告曾經講大話，但案發前同案發後嘅事情同案發當時嘅事情係冇關係嘅。所以你哋唔應該直接推論被告談及有關案發時嘅證供都係大話，極其量只可以作為呢一啲證供可信性嘅參考嘅啫。嗱，好明顯，陪審員喺聽完法官嘅指引之後，喺考慮過被告曾經至少2次講大話之後，仍然係認為被告所講呢個版本係有合理嘅可能性係真嘅。而死者臨死之前，的確係有合理嘅可能性真係講過嗰番説話嘅。而被告又的確有合理嘅可能性喺聽到死者呢番説話之後，被激怒至失去常性而行兇嘅。所以9個陪審員係一致裁定佢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係誤殺罪名成立嘅。而陳文森喺坐咗9年監之後，終於可以重見天日啦。咁正如喺之前其中一集嘅隨口噏講大旗嶺交通藏屍案嘅時候講過，謀殺同誤殺只係法律上定義上嘅唔同嘅啫。只要有一條生命係由你手中斷送嘅，你都係應該要終身愧疚嘅。而社會大眾係絕對有權拒絕原諒你嘅，即使你坐咗9年監，社會仍然可以唔原諒你嘅。交通藏屍案嘅陳文輝喺面對社會上面拒絕原諒佢嘅人嘅聲音嘅時候，似乎係做出咗一啲極之不智嘅回應嘅。咁唔知曾經係上市公司董事同陳文輝呢個名只有一字之差，陳文森喺重投社會嘅時候，面對不原諒嘅聲音嘅時候，你嘅回應又會唔會係咁不智嘅呢？陳文森又會唔會係懲教失效嘅另一個例子呢？